研究对策，还不是为了想投共？你投共，我们26军的官兵不投共。哼，你还有脸说别人逃跑？哼，你刚爬上了军长的位置，就这样对待老子！1950年的第一个新年，对于败退到云南蒙自的国民党残兵来说，没有丝毫的喜悦。汤瑶、余承万、李弥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国军将领，如今像一群惊弓之鸟，聚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屋子里，企图用一场尴尬的元旦宴来粉饰末日的恐慌。老蒋为了能让他的将士们愉快地度过这个新年，还特地从台北空运来了几箱伏特加。可正当汤瑶召集众人举杯庆祝之际，屋内却突然停电了。不得已之下，汤瑶只能点燃蜡烛，借助这微弱的烛光度过这个难忘的夜晚。今天是迎新年的喜庆日子，怎么净点些白蜡烛啊？报告副总座，机场临时停电，来不及准备红蜡烛。白蜡烛也很好嘛，我就喜欢白的，青天白日嘛。汤瑶作为在场的最高指挥官，内心比谁都清楚眼下的绝境。停电和白蜡烛这种不祥之兆，无疑戳中了他最敏感的神经。停电不仅仅是巧合，更是他们前途一片黑暗、命运惨淡的隐喻。毕竟在座的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是他们以国军的身份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也亏李弥机智，用青天白日这种蹩脚的理由强行镇场，才得以驱散众人的恐慌。我要祝贺我军在汤副总司令的英明指挥下，飞快地转到了蒙自、各就、建水一线，保存了实力，进可攻，退可守。是啊，还可以随时逃跑。一旁的余承万看着这个曾经的下属，如今和自己平起平坐，竟然还拍起了别人的马屁，自然对他百般嘲讽。不是跑，是有计划的转进。转进？放着滇中这富饶的地方我们不待，竟转到滇南这山沟里来了。余承万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牢骚？先是怼了彭佐西，现在又怼曹天歌呢？原因是从昆明撤退的时候，第8军看到卢汉有援兵来支援，不探查到底来了多少人，也不跟26军打个招呼，竟然拔腿就跑了。这自然就让余承万对这个曹军长颇有意见。彭佐西见有人站在自己这一方，底气也足了不少，终于不再惯着这位老军长。还不是你受卢汉煽动，一回来就把部队从火线上拉下来，要不然我们26军早进昆明了。从火线上拉下来，是要和官兵们研究一下对策，这也是为了官兵们的前途嘛。从这也能看出，彭余二人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彭佐西现在得偿所愿当上了军长，但根基并不稳，所以急需抱紧新领导的大腿，向汤瑶表忠心。面对余承万的当众拆台，他自然要第一个冲上来维护。就连坐在旁边的李弥，在这个时候也跳出来补刀。他表示：“你余承万在监狱里的所作所为，我可是都清清楚楚。”这瞬间让余承万哑口无言。汤瑶见几人吵得火热，也做起了和事佬，用起了老蒋的至理名言，呼吁大家要精诚团结。不过我要说明一点，此次转进滇南绝对不是逃跑，这是我根据总部规定的保存实力的谋略，采用了兵家常用的妙计，36计走为上计。别看汤瑶此时说的头头是道，其实不过是急于维持表面的稳定和团结。他所谓的战略转进和走为上计的论调，就像一个公司老板在公司即将破产时，还在高喊我们明天会更好一样，充满了无力和虚伪。他不是在激励士气，更像是在自我催眠。与此同时，随着成都战役的胜利，刘邓首长导演的这场西南大戏已经结束，接下来便是轮到昆明这场小戏了。在得知汤瑶逃往蒙自开远一带后，刘邓几人分析，汤瑶如果要逃离大陆，只有2条路可走，一是通过陆路进入越南，经海防从海上逃往海南岛；二是从蒙自机场直接空运逃往台湾。虽然目前汤瑶还没有撤离大陆的迹象，但为了防止敌人逃到国外，造成更复杂的国际问题，刘邓请示中央，立即就近调动四野的38军，迅速占领中越边境的重镇河口，彻底切断敌人的地面退路。同时电令陈赓的第4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隐蔽急行军，直插蒙自夺取机场，关上敌人从空中逃跑的大门。补充一点，由于我4兵团目前离敌人的驻地较远，要麻痹敌人，不要把敌人吓跑了，要让敌人等着我们去消灭他们，这又是一门学问。
在接到电报时，陈赓的4兵团已经来到广西的百色，距离蒙自还有900多公里。注意，那个时候可没有现在的高速公路，只有山路18弯，路程可是相当难走。这么长的距离，一旦动静大了，必然打草惊蛇。所以陈赓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将夺取蒙自机场这个最关键的任务交给了善于长途奔袭的第13军。他要求参战的4个团轻装简行，并立下军令状，全程绕开大路，隐蔽行军，在10日之内必须赶到指定位置。我要嘱咐你们一句：老虎虽猛，要学猫，偃旗息鼓，避开大路城镇，隐蔽快速前进，才能抓住老鼠啊！是。会议结束后，4兵团在广场上开启了篝火晚会，在热闹的氛围下，也过上了建国后的第1个元旦。在这场晚会上，陈赓还邀请来了2位客人，一位就是从北平来劝卢汉起义的周体仁，另一位是滇桂前边区的纵队司令庄田。周体仁是来邀请第4兵团入滇的。而庄田因为常年在滇桂前活动，熟悉地形，自然是来给即将进军蒙自机场的13军带路的。此时他们所在的地方正是当年邓小平和张云逸将军领导百色起义的红色根据地。站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战士们群情激愤，斗志昂扬。我们要继承红军的光荣传统，以最快的速度消灭盘踞在云南境内的国民党残余。打到云南去，解放全中国！这场众志成城的篝火晚会与国民党人心惶惶的白烛惨宴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一边是死亡与绝望的惨白，一边是生命与希望的曙光。这不仅仅是一场联欢，更是一场战前动员和精神洗礼。在这个革命的起点上吹响终结旧时代的冲锋号，这种历史的传承感和使命感是这支军队战无不胜的根本原因。